2018年，尼康首次发布了准专业的全画幅无反相机 Z6 和 Z7。去年，尼康推出了第一台半画幅无反相机 Z50。今年，这台面向于摄影爱好者的全画幅无反相机 Z5 终于推出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这台尼康最新发布的入门级全画幅无反相机 Z5 的一些初步使用感受。 无反相机是未来的趋势，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尼康这次推出的 Z5 就是希望它可以成为新一代摄影爱好者购买的第一台相机，它的定位介乎于这个 Z50 和 Z6 之间。不过这次尼康真的是诚意满满。当我第一次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我就感觉它的机身设计和它的同门兄弟 Z6 非常相似，配合这个防尘防溅滴的设计呢，让我们也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面放心使用。 在这个超大的 Z 卡口背后 ，Z5 拥有2432万像素的全画幅传感器，不仅可以呈现高清晰度，还可以提供自然优美的虚化效果，绝对可以满足绝大部分这个摄影爱好者的日常使用了。由于机身设计和 Z6 一样，所以呢 Z5 的手柄呢还是保持着舒适的握持感。机身背后的设计上面所有的按键设计和布局都是和 Z6 一模一样。对于刚刚接触摄影的爱好者或者使用过尼康单反的用户来说，都可以快速上手，而且呢还可以保证了优秀的这个 操控性。Z5 的屏幕为可倾斜翻转的 3.2英寸屏幕，拥有104万画点的触摸液晶显示屏，方便不同角度进行拍摄使用。电子取景器和 Z6 一样，继续保持着369万画点的 OLED。那无论你是使用这个屏幕还是 EVF 拍摄，都有不错的这个体验的。相机菜单还是熟悉的味道，简明清晰。 机身的顶部并没有配备这个尖屏，作为这个 Z6 的老用户，经过1周的使用，我也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影响。Z5 是首台配有这个双 SD 卡槽的这个尼康无反相机，这次的改进也是尼康聆听大家的要求之后做出了重大改进的，让我觉得它不仅是一台入门级别的相机，它还适合专业摄影师购买它来作为这个备机来使用。相比 XQD 卡，使用 SD 卡呢，也让这台相机的使用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次 Z5 继续兼容了 EN1L15 系列电池，不过呢，这次 Z5 还配备了全新的 EN1L15C 电池。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拿到这块电池，不过呢，它终于可以支持 USB 供电功能了，可以边拍边充，非常适合延时拍摄或者长时间视频录制时候使用。Z5 的接口设计和 Z6 完全一样，耳机监听、麦克风接口、USB 和 Mini HDMI 接口都全部移植在这台相机上面。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台相机的性能吧。在过去的1周，我每天把它带出门， 去不同地方进行拍摄，从样片可以看出，它拥有非常不错的宽容度。对于大光比的拍摄环境，我可以通过后期轻易的把暗部细节还原。在自动对焦方面，我特意拿这个 Z6 和 Z5 进行对比。当我们在同一场景使用同一支镜头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模式下，它们的对焦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快速锁住人物的这个脸部还有眼睛。当切换去动物对焦模式下，拍摄这个宠物照片时，继续拥有这个眼部对焦功能；视频模式下也有这个动物这个脸部追焦功能。Z5 的感光度从100一直去到51200，还可以扩展去102400，在高 ISO 下都有不错的这个画质。对于入门级别的相机，它的高感表现绝对是让人满意的。 机身自带的5档相机 VR 减震，在弱光环境下拍摄，哪怕搭配没有防抖的这个镜头，手持拍摄都可以用较慢的快门速度拍摄出清晰的照片。这台相机连拍速度只有4.5张每秒，对于如今相机动辄10张、20张的连拍速度来说，它并不算优秀，不过还是可以满足普通玩家的日常使用了。 如今相机，特别是无反相机，厂家越来越注重这个视频功能了。不过呢，据我了解，其实绝大部分的普通爱好者呢，相机呢还是以拍摄照片为主，视频功能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并不常用。不过 Z5 这台相机呢，还是拥有这个4K 30帧，还有1080 60帧的这些基础视频功能。只不过这次取消了120帧和慢动作的视频功能，而在4K 模式下 ，Z5 还有1.7倍的这个裁切，而且呢还不可以打开这个电子增稳。而在1080模式下， 并没有裁切，并且可以打开这个电子增稳。对于如今10K 逐渐普及的时代来说，的确有点遗憾了。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台针对这个摄影用户使用的相机，所以呢，视频模式下的参数呢，相对来说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希望，如果它可以支持外录 Airlock， 那就更好了。那如果呢你是刚刚接触摄影，并且希望尝试使用相机进行这个视频拍摄， 而且呢，还不会使用这个剪辑软件为视频进行调色的话，你们也可以尝试使用相机自带的风格化滤镜，这样子可以无需后期就可以拍摄出一些有意思的画面了。值得一提就是，由于 Z5 的机身大小设计和 Z6 都是一模一样，那所以呢，如果你拥有这个 Z6 的兔笼或者 L 版的话，都可以完美在这个 Z5 上面进行使用。
这次呢，我还拿到这支最新的尼克尔24-50 f4 的 f6.3 镜头，这是一款可以提供高品质影像的小巧轻质镜头，也是不少朋友热爱的饼干头。这个镜头呢，再次颠覆了我对套图的看法了。24-50的变焦镜头覆盖了日常最常用的拍摄焦段24、28、35、50。配合轻便的这个 Z5 的机身呢，非常方便日常这个随身携带，特别适合用来扫街、拍原文、宠物还有人像等等。而35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在拍摄的时候呢，哪怕使用较小的光圈，都可以轻易拍摄出超前景深的照片了。那使用这支镜头进行日常拍摄照片还有视频，在锐度、对焦、看双光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虽然呢，我本人并不是镜头的参数党，但是当我看到这支镜头的这个 MTF 图表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惊讶。我没有想到这支小小的套头会有如此高画质的这个高素质的表现。在过去的2年里，尼康为全画幅的无反相机推出了3支套头：2470 f4、24-200 f4 f6.3 VR、24-50 f4 f6.3。这3支镜头呢都各有特色，大家可以针对不同的拍摄场景选择一支最适合自己的镜头作为这个 Z5 的套头。实话实说，无论你选择哪一支，它们都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在我之后的视频里面呢，我也会把这3镜头对比一下，看看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使用场景还有用家。那如果呢想知道的话，记住订阅我的频道，留意我之后的视频更新哦。那这台尼康的 Z5 到底适合什么人群进行购买呢？我个人觉得，第一就是如果你目前是尼康单反用户，而且呢想开始使用无反相机，我觉得 Z5 是目前不错的选择了。通过这个 FTC 转接环，可以使用以前的 F 卡口镜头。那如果呢你想获得更好的画质和对焦，也可以使用全新的这个 Z 卡口镜头。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对摄影非常感兴趣，并且呢目前在考虑购入人生第一台相机的话，我个人觉得 Z5 这样子的入门级别全画幅相机就非常适合用来打开摄影之门了。通过这台相机，再次让我想起10几年前我人生第一台的数码单反 D200，也是因为那台相机把我从这个摄影呢，从这个兴趣爱好变成我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那第三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尼康的无反相机，还想购入一台相对便宜点的相机作为备机的话，那 Z5 的确是一台不错的选择了。那其实呢，尼康目前这4台的无反相机，它们各自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位了。Z6 均衡的照片还有视频拍摄，Z7 主推这个高像素，Z50非常适合用来拍 vlog， 而 Z5 这台呢就非常适合初学者和普通玩家用来拍摄照片了。那我也希望呢，在今后的日子里面，尼康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和用家，继续推出不同定位的相机。还有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尼康能够推出一台拥有这个超强视频功能的这个相机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这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